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你用来写字的墨不仅能吃，居然还能治病。老人刚刚把烟道打开，一股价值堪比黄金的黑烟就喷了出来。这是用自然死去的100年松木整整燃烧1个月而产生的松烟。纯净的松烟经过长达15米的烟棚冷却，蓄结成细小的烟灰末，而冷凝在烟棚末尾的青烟是品质最好的。接下来，老人将要把这些烟灰做成可以吃的药末。首先将富含碳元素的松烟倒入筛网中，反复揉搓，就可以过滤出最细腻的烟灰。老人名叫胡家明，是当地唯一一位制作药末的手艺人。他40年来如一日和妻子经营着一家药末厂。药末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有着主治止血、生肌肤、和金疮等功效。在以前的官宦人家里，几乎每家都有备用的药末。1两黄金，1两药末，指的就是中药配方的价值，这是各家秘而不宣的秘密。这个过程一般由掌门人亲自操刀。接下来将配好的白色中药粉末与黑色的松烟混合在一起，搅拌均匀后，在胶的作用下互相渗透，慢慢凝结，再经过不断搅拌，出制的墨坯就做好了。现在老人将墨坯揉搓，经过千锤百炼，用碾子碾压均匀后，切成食指长的小块。和字墨不同，药墨要放在太阳下晾晒才能入药，晾干之后的墨坯就像黑色的牛皮糖。做好的药墨可以研磨成粉末，与其他中药入丸、入散，也可以磨成墨汁外涂使用，或者直接用来写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如此神奇的药墨吃了能长知识吗？女人悄悄带着一个男人进了自己的房间，接下来男人必须要抓紧时间，在天亮之前离开。这种看似见不得光的行为，他们已经持续了7年。因为根据当地的习俗，男人只能在晚上才能和心爱的女人见面。他们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摩梭族，自古以来，他们一直奉行着走婚的习俗，男人终身不娶，女人终身不嫁。男人们只能通过木质招离的走访来实现男女双方的结合。这种婚姻不需要考虑双方的经济条件，因为不结婚，所以男方不用给彩礼，甚至生下来的孩子也不用男方负责，一切由女方接管。这里仍然保留着母系社会的一些习俗，可能因为男女双方没有经济约束，他们可以不只有一个走婚对象。在走婚的过程中，所有行动都需要悄悄地进行，比如男方会带一种特制肉丸，将肉丸喂给女方家的狗吃，否则狗就会叫。如果被别人发现男人在走婚，女方的家人会觉得不被尊重，所以几乎每个摩梭族男人都练就了一手爬墙和躲看门狗的好功夫。年轻人们会在一些节日晚会上相互表达爱意，如果情投意合，就可以去女人的闺房、洞房花烛夜。这里女性的地位非常高，在情感问题上有很多发言权。当双方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时，女方会选择结束这段关系，男人也不需要对女人负责。在孩子出生后，由女方家庭抚养孩子。眼前这个抱着孩子看电视的女人叫阿玉，她和祖母、母亲、舅舅生活在一起。虽然母亲是一家之主，但舅舅是家里不可缺少的角色。对于小孩来说，家里的唯一的男性长辈就是舅舅，所以在摩梭族的文化里，舅舅的地位是很高的。舅舅掌管礼仪，母亲掌管财富，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非常详细和合理，他们做好各自的职责。年迈的父母会为劳作的儿女烧水，舅舅负责家里田地的耕种，母亲在家里喂养牲畜。摩梭人在这样的大家庭生活得十分幸福，他们没有利益纠纷，一起劳作，团结友爱。夜幕降临，阿玉的爱人从自己家出发了，他将要去阿玉家走婚，两人离得非常远，需要骑30公里的摩托车才能到。男人来了后，阿玉将他带进阁楼，他们7年间一直都是这样生活。第二天，阿玉和同村的女人都换上鲜亮的摩梭族衣服去庙里祈祷、转经筒、虔诚跪拜，为家人祈求平安。跪拜完，他们来到小镇购买生活所需。这些卖东西的小贩大多也是摩梭人，只是他们放弃了走婚生活，选择一夫一妻制的生活。今天对阿玉家来说是特别的一天，表妹成人礼到了。女孩成人礼是一个家庭十分重要的活动，表妹由长辈为她穿上崭新的摩梭族衣服，喇嘛会对女孩进行祝福，长辈们念经煨桑，往炉子里撒些面粉，以此表示对少女的祝福。接下来给表妹单独空出一间闺房，她就可以开始走婚的习俗了。随着旅游开发，越来越多人知道摩梭族这个族群，外地人来到这里，了解到摩梭族代代相传的走婚的习俗，欣赏摩梭文化，不用顾忌父母给的压力。走婚的男女更在乎彼此的好感，似乎当今社会的许多年轻男女都被父母催婚，摩梭人的走婚更容易被现代年轻人接受。也正是因为这种方式，摩梭文化吸引了许多游客的到来。谁说面膜只能给人做？老人用宣纸给佛像做了个全身面膜，难道佛像也需要保养吗？其实这是将3维佛像做成2维图像的拓印过程。中国传承1000年的拓印技艺，
就像电脑中的复制粘贴，只需将宣纸贴在碑文或者石壁上，通过刷子、木锤等工具，不仅可以将石碑上的文字复刻到拓片上，就连碑文上的线条、纹理以及风化程度都能呈现出来。它比任何照相机或者 3D 扫描机都要精确。然而，中国自古传下来的平面拓印使用场景很狭窄，无法对3维立体的文物进行复刻，因为立体的东西会将宣纸顶破。曾被很多专家认为3维拓印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农民工出身的李仁清偏不信邪，经过他20年的摸索，3维立体拓印法竟真的被他研究出来了。今天，李仁清要拓印这座来自北魏时期的释迦摩尼像。佛像高6米，历经1500年风吹雨蚀，依然法相丰腴。李仁清拿出刷子，先将佛像表面的灰尘清扫干净，然后经过仔细的测量和布局，把湿度合适的宣纸铺满大佛的脸上和身上。不同于平面拓印，佛像凸起的部位需要用剪刀仔细的剪开。它是一个剖心的。假如要是我们把这个纸铺满的话，当时一撑开，它会变成这么大了。等于说它这个鼻子已经就走心了。当我们把这2个纸拼到一起的时候呢，刚好是这个鼻子的从这个点结合到这个的宽度。虽然说起来很简单，但3维拓印难就难在这里。李仁清需要在心中计算，重新布局，哪怕多减1厘米，整个过程都要推倒重来。由于宣纸干得很快，他必须赶在水分蒸发前将大佛整个包住。裹上宣纸后，还要重复刷上10几层墨汁。在上墨的过程中，能够发现古人在雕刻佛像的时候留下的印记。3维拓印技术会把它们分毫不差地复制下来，这也是拓印的魅力所在。经过2天1夜的紧张工作，李仁清将宣纸从大佛身上剥离开来。因为立体拓印需要随着佛像的凹凸不停裁剪的原因，所以此时的宣纸呈碎片状，而最后一道步骤就是将它们拼接在一起。上千张脆弱的碎纸看起来杂乱无章，但拼接时不能出现丝毫差错，否则就会前功尽弃。其中拼接大佛面部是最难的，将3维的佛像还原在2维的宣纸上，只能看到佛像的正面投影。为了达到立体效果，尺寸的把握尤为重要。李仁清跪在地上拼接修整了3天，一幅完整的佛像拓片终于展现在人们眼前。拓片上浓淡相间的墨色光影浮动，让大佛产生了衣袂飘然之感。这种效果是现代工具远远达不到的。虽然3维拓印很神奇，但未经许可私自拓印文物却是要领银手镯的。你见过零下50度还要坚持上学的小学生吗？每次上学前，孩子们都要穿上6层毛衣和2层棉袄。这里的最低气温甚至可以达到零下70度。不仅狗冻得用双脚交替接触地面，就连牛都得带上文胸才能出门。即使到了出门等同于自杀的温度，小学生们仍旧冒着生命危险踏往上学之路。这里是西伯利亚的奥伊米亚康，因为太冷根本找不到流动的水，所以他们每天都会加热一块从河里凿出的冰作为全家的洗漱用水，不必担心细菌问题。细菌在这里就不可能活。妈妈看了一眼温度计，今天很暖和，只有零下50度。她叫醒7岁的儿子起床上学。根据学校的规定，只有当气温低至零下55度，儿子才可以不用去上学。虽然这里的冬天很冷，但夏季的气温却可以达到零上30多度。100度的年温差使得这里只有500户居民。小男孩起床后尿急，但是厕所建在家门外。此时室内的温度在20摄氏度，室外却只有零下50摄氏度。面对70度的温差，爸爸提醒他带一根棍子去尿尿，倔强的他却空手跑进了厕所。在这里给孩子穿衣服是一件大工程，6层毛衣和2层棉袄，导致孩子无法自己动手，只能依靠妈妈的帮助。穿成中东悍匪的程度时，他们就可以出门了。一出门，男孩就可以听见自己鼻黏膜冻住的声音，他的睫毛也同时迅速结上一层冰。零下20度就可以使人冻僵，只有不停的运动才能保持身体的温度。他家离学校有20分钟的路程，但男孩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了30多分钟。他做了世界上所有小学生都会做的事情，那就是在上学路上边走边玩。为了在4米厚的冰面上行走，他甚至不惜绕路。而家离学校较远的学生只能等待校车的接送，这里只有1辆校车。虽然它的外形长得像饭盒，但是它的配置也确实是十分简陋。为了保证校车可以成功点火行驶，学校专门为校车准备了一个通着暖气的车库。大叔是这辆校车唯一的司机，他每天接送50个孩子上学。如果他因病休息，那学校里将会有1半的学生无法上学。因车子破旧，暖气不足，点火以后他会播放超大声的音乐来加热车内的气氛。
学生们往往还没看见车，就能听见响亮的劲爆舞曲。即使是开着车子，路上也并不安全，车轮陷入雪坑无法动弹的事情时有发生。如果在30分钟内无法解决，车内的温度就会和室外一样冰冷刺骨。不久前，在相同的位置，就有一辆车的司机冻死在这条路上。好在这次大叔的运气不错，他们离开雪坑只用了15分钟。当地人还有一种特别的交通工具——驯鹿，它不仅可以给人们提供富含脂肪的肉，因性格温顺，驯鹿还可以用来骑行。早上8点半，孩子们陆续到达，校车也晃晃悠悠地驶入校园。这些孩子一天只上5小时的课，下午2点钟就会放学。在寒冷的冬季，孩子们没法去室外玩耍，因此操场上的运动器材总是派不上用场。他们更多的选择是做一些室内游戏，或者学习拆解学校里的枪支。这可不是玩具，不愧是战斗民族，热血要从娃娃抓起。2点的时候，伴随着劲爆的 DJ 舞曲，他们又要坐上小饭盒回家了。除了上学，这里的生存更是地狱模式。这里没有什么工作岗位，想要工作只能通过获取毕业证。背井离乡，他们在这里的生活不容易，唯一的期望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的长大，拿到学校毕业证，从而离开这个地方。假如给你100万，你愿意来体验1年这样的生活吗？你听说过大象也有编制吗？在这里，每只小象都会被送到学校进行义务教育。受过教育后的小象不用考试就可以免费获得编制，以后就可以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了。之后的每个月，政府都会给予8000泰铢，折合人民币1700元的工资。在没有房车压力的环境下，这里简直是大象的天堂。在泰国素林府的大象村，人们从小和大象生活在一起。面对庞大的巨象，这里的孩子不仅不害怕，甚至还敢把头塞进大象的嘴里。在许多年以前，大象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，人们利用大象强大的身体和力量进行砍伐搬运。在古代时，大象还是各国军队的重要装备，体型庞大的大象犹如现代的坦克，帮助军队冲锋陷阵。所以在当地家庭中，拥有一头大象是一种无上的荣誉。想要养一头大象，除了花钱购买，你也可以去捕捉野生大象。已经78岁的龙某是泰国最后一位驯象师，他从14岁到现在已经累计捕猎了40多头野象。他胸前的金色项链是驯象师最高成就的勋章。捕捉大象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这条用3张水牛皮碾成的绳子，虽然造价昂贵，但每一根绳子都可以使用上百年。捕捉野象是一场大规模群体活动，每次都要出动50多头家象，耗时3个月才能成功捕捉1-2头野象。这样庞大的队伍由龙某一个人指挥，负责队伍的前进方向和行动方案。在前往驯象的路上，78岁的龙某容光焕发，仿佛又回到了40年前，他成为驯象大师的那个光辉时刻。捕象市场充满着野性与智慧的活动，首先要注意的就是风向。如果捕象队伍位于野象的上风口时，野象会被风传递出的气味而惊吓，导致捕捉就会变得十分困难。因此，富有经验的捕象队伍先判断风向，然后利用地形和植被的掩护，从下风向的2翼合围，将象群围堵在角落。现在队伍的阵型已经布好了，在驯象师龙谋的一声令下，所有人开始进行集体冲击，野象们四散而逃，只留下一只母象和一只小象落在后面。龙谋看到机会，指挥队伍不停地追赶这2只野象。等到野象体力耗尽，慢慢跑不动时，驯象师趁机用组装好的绳子套住野象的腿。这种捕捉方式比较温柔，野象一般不会受到什么伤害。等到绳子套中象腿后，他们会放出后面长达几十米的绳子，慢慢跟着野象，犹如钓鱼一般，直到野象类的精疲力尽，就可以将其带回寨子做压寨小象了。从此，野象摇身一变，获得事业编，并经过驯养，成为当地人的家象。在泰国，象群与人类的亲密已经持续了几千年，可以说，大象早就已经成为了当地不可或缺的一份子。所以，作为一只泰国大象，从出生就享受着政府的一条龙服务。这里有专业的大象医院，为孕象提供悉心的照料。小象在出生后会收到所有人的祝福，政府不仅会为小象颁发出生证明，还会给母象献上果篮奖励。等到小象年满3岁时，会被送到专业学校进行义务教育。受过教育的小象就可以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，每月1700元的工资，这完全足够大象每天的伙食费。不仅如此，这里还会举办每年1度的大象节。在这一天，所有外出务工的大象都尽可能的回老家庆祝节日，他们的身上画上吉祥的彩绘，十分炫酷。等大象老了以后，这里还有政府投资的大象养老院，每周都有医生为其进行1次体检，不论是身体的皮外伤、胃病，甚至是白内障，都能被治好。假如大象去世了，他们还会派出专业人士进行殡葬服务，20多个喇叭为大象诵经祈福，之后会将其埋入依山傍水的大象墓地。看完这个纪录片，小编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去泰国做一只大象。
谁说古人一辈子不刷牙？眼前这团黑漆漆的东西，就是明代皇帝用来刷牙的牙膏。这种牙膏含有珍珠、食盐等珍贵材料，是很多普通老百姓用不起的顶尖奢侈品。然而，在很久以前，古人刷牙的方式只有2种。第一种叫做叩齿，就是上下牙相互叩击。比如在《颜氏家训》中就曾记载，每天叩击牙齿300下。就可以保养牙齿。第二种方式是用手指、杨柳和树枝等工具，通过摩擦来清洁牙齿，但是这样只能清洁牙齿的表面。到了明代，朱皇帝的皇后牙疼，他心疼媳妇儿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把用猪毛和骨头做成的牙刷，后来取名叫骨刷。如果你穿越回古代，想和皇帝用同款牙刷，那一定得学会牙膏、牙刷的制作。首先从大黄嘴里夺下一块熟牛骨，将牛骨削成扁扁的长条，接着用手钻出大小均匀的14个小孔，将牙刷柄放入碱水中，用大火煮开，这样牛骨中多余的脂肪就被煮了出来。将牙刷柄打蜡抛光后，接着把猪毛放进石灰水中浸泡1夜，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。然后将泡好的毛发分成14份，用针线将其穿进打好的孔里，全部穿好并修剪平整，这样牙刷就制作好了。接下来牙膏的制作也不难，首先需要把粗盐放入石臼中捣成细盐，把鸡内金也捣成细细的粉末。鸡内金就是鸡胃里的一层内皮，将其与细盐、竹叶一起混合后，用黄粘土将它们封入竹筒里，然后扔进松木柴里进行烧制。现在只需要把烧制好的竹盐敲碎磨成粉，再加点具美白效果的珍珠和有着清洁效果的竹炭，再加入薄荷，让牙膏拥有清凉的味道。此时距离成品还差最后一步，烧一些草木灰，用纱布过滤掉杂质后得到碱水，将碱水倒入准备好的材料中，像和水泥一样，让其变得粘稠适中。这样就做好了古代的奢侈品竹盐牙膏，纯天然没有科技狠活的洁牙套装。你学会了吗？为什么越水灵越甜的瓜吃完嗓子越干巴？都说吃瓜解渴，上一秒它还是汁水充沛、甜度爆表的消暑神器，但下一秒嗓子却像被粗砂纸打磨过一样，又干又涩又痒。明明是来解渴的甜心天使，为什么下肚后却变成了疯狂拉嗓子的恶毒后妈？难道是我吃瓜的姿势不对，还是现在瓜里有毒？大家好，我是不聊情怀，只聊底层逻辑的微观科普。今天我们吃瓜。说到吃瓜拉嗓子，必须先点名哈密瓜、羊角蜜、网纹瓜这些高甜选手。它们吃起来确实比蜜还甜，但也正是这份甜蜜让你的嗓子遭了罪。这背后的第一个原因其实是高渗脱水。咱们直接拿凉拌黄瓜来打个比方，你往切好的黄瓜上撒把糖，没一会儿它自己就出水变软了。咱们的嗓子也是这个道理。当你咽下那些甜度爆表的瓜汁时，高浓度的糖分直接盖在娇嫩的咽喉黏膜上，咽喉为了稀释糊在表面的糖分，黏膜里的水就会往外跑，黏膜一缺水，干涩刺痛的感觉就跟着来了。瓜越甜，你吃的越急，带走你嗓子里的水分就越多，局部脱水也就越严重。不过脱水最多只会让嗓子发干，真正让你觉得又痛又痒，甚至有刺痛感的，其实是瓜里的另一种物质。平时大家吃菠萝觉得扎嘴，罪魁祸首也是它，那就是植物蛋白酶。我们的咽喉黏膜就像是一层保护嗓子的蛋白质贴膜，当你咽下瓜汁时，蛋白质接触到黏膜就会直接破坏这层保护膜，保护衣一旦破防，黏膜下层的神经毫无遮挡的露出来，在迎头撞上高浓度的果酸和糖分，这感觉就跟在破皮的伤口上撒盐是一个道理，能不痛能不痒吗？脱水和蛋白酶这2点其实针对所有人，只要瓜够甜，吃得够猛，谁的嗓子都会不舒服。那要是你发现同样的瓜，别人吃得好好的，你才啃了2块就嗓子起痒，连带着嘴唇发麻，耳朵深处痒，这就不是瓜甜不甜的问题了，这其实是典型的过敏反应。如果你平时就容易对花粉过敏，那吃瓜的时候就容易中招，因为部分瓜类含有蛋白质结构，跟引起过敏的花粉非常相似。瓜一进嘴，免疫系统就误以为是外敌入侵，马上开始产生排异反应，接着你的嗓子就会水肿、紧绷，甚至连嘴唇和耳朵都跟着发麻。所以如果每次吃特定类型的瓜都有这反应，那这就是实打实的过敏了。
另外，哪怕瓜没问题，你吃瓜的习惯也可能让嗓子遭罪。比如很多人最爱干的事儿，把瓜冰透了再吃。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瓜吃着确实过瘾，但这股寒气会让嗓子眼的毛细血管瞬间收缩痉挛，血管一缩，黏膜的抵抗力就跟不上了。偏偏家里的冰箱通常都没那么干净，要是瓜没封好保鲜膜，或者挨着生肉放，上面早就爬满了细菌，把带有细菌的凉瓜咽进毫无防备的嗓子里，这就等于直接给细菌提供了感染的机会，到时候弄出发炎肿痛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吃瓜本来就是图个享受，吃难受了纯属花钱买罪受。人类花了几千年去驯化水果，让它们变得更甜更大，但植物多少还是给自己留了点防身的野性。咱们平时一门心思只盯着极致的口感，往往就忽略了它潜在的这点杀伤力。所以只要搞懂了这些食物背后的运作逻辑，把吃什么怎么吃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，这口清甜的瓜咱们才能吃得明明白白舒舒服服。他们是一群能让患者起死回生的医生，但他们治疗的对象却不是人，而是一张张残破的骨籍。原来他们就是骨籍修复师，一个能让尘封千年的骨籍焕然一新，也能让腐烂的竹简重焕新生的职业。今天的这位患者是来自宋朝的释文类聚，此刻他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书籍的下半部分因为潮湿、虫蛀等原因已经破烂不堪，想要恢复它本来的样子，所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把粘连在一起的书页分开。修复师的动作必须要轻柔，吸气屏息，慢慢用竹片将书拨开，而这个过程中如果用力稍大，骨籍就会大面积碎裂。接下来需要将骨籍一页一页地进行修复，但是真正的困难是用什么纸才能把残缺的部分补上。修复师们为了找到最合适的纸张，查阅各种文献资料，最终效仿蔡伦造纸的方法，用桑树皮历经30多道工序，终于复原出了1000多年前早已失传的古纸。接下来用板栗壳为补纸上色，这样就可以无限接近骨籍氧化的颜色，然后用自制的天然浆糊涂抹在残叶破损的边缘，再把修复用的骨纸贴合上去。这一步必须稳、准、狠，绝对不能出现一点差错，否则就会对骨籍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。最后再把边缘多余的纸恰到好处的撕下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师傅，一天也只能修补几张书页。所有书页修补完毕后，再把它们用硬板合开，叠放在一起。而在这过程中，还要再喷一遍水，目的是让纸张内的分子键断裂，使其在压力的作用下，更好地和骨籍融为一体。这个过程需要持续10几天。骨籍压平之后，需要机器把它身上所记录的文字扫描成电子版，以便后人观看，再由专门的人员将其用针线缝制在一起。这位1000多岁的老者就能继续把自己的知识传承下去了。这些书籍历经1000年岁月，正是骨籍修复师们的努力，才能让这些骨籍重现1000年以前光彩。